4月25日晚间，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耀才证券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耀才证券发布公告显示，上海云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子公司以每股3.28港元的价格向耀才证券发起邀约收购，涉及耀才证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0.55%。这一交易不仅刷新了香港证券行业并购规模，更标志着蚂蚁集团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战略布局进入新阶段。根据彭博社的计算，交易价格为每股3.28港元，比该经纪商在4月23日停牌前的股票溢价 7.5%。这个消息一出，竞争对手富途证券的美股立刻下跌了约 6%， 反映了投资者担心市场竞争格局可能发生变化。摩根士丹利作为蚂蚁控股的财务顾问参与了这次交易。天眼查显示，上海云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位于上海市，是一家以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企业。股东方面，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上海云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云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拥有6家子公司，均为100%控股，蚂蚁财富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据耀才证券发布公告披露，蚂蚁财富收购大股东叶茂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全部 50.55% 股权。当前股价 3.05 港元，收购价格为 3.28 港元。你很棒，要加油哟！收购公告主要有以下几项信息。第一，老板叶茂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权全数转让。第二，耀才证券金融继续维持港交所上市地位。第三，蚂蚁财富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通过本次收购将促进耀才证券的数字化转型，使其业务营运更上一层楼。凭借蚂蚁财富广泛的能力及基础设施，包括客户覆盖、智能决策、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及创新产品开发等能力，蚂蚁财富将耀才证券金融打造成为以尖端技术为后盾的领先交易平台。第四，为加速未来增长，蚂蚁财富将调整耀才证券金融的利润分配方案，增加资本支出，以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及提高风险控制效率。耀才证券是香港市场第一大港资券商。2023年年度利润下降 9.95%， 2024年度利润增长 10%， 全年净利润 6.13亿港元，每股收益约 0.362 港元。耀才证券的业务结构单一，只有经纪业务和 IPO 融资，包括证券经纪、香港期货及期权经纪、环球期货经纪、贵金属交易、杠杆式外汇交易、股票期权经纪。首次公开发售融资，截止2025年3月31日的客户数为587072户，市值大约是52亿港元，市盈率差不多9倍，算是比较便宜的。大老板叶茂林先生今年已72岁，女儿没有接手耀才证券的意愿。在收购事项前，尽管耀才证券股东回报丰厚，但大股东叶茂林先生近几年仍通过公开市场逐步抛售股权。目前其本人及通过控股的新长明公司合计持有 50.55% 的股权。香港市场成交不断萎缩，且竞争激烈，但耀才证券凭借稳健的经营策略，保持甚至略微扩大了市场份额，客户数始终在小幅增长，长期股东回报大约在 10% 以上。分析耀才证券市场估值低，大约有2方面的原因。一是证券市场竞争激烈，由于耀才证券的市场份额并不大，存在被吞并或经营不善的风险。二是大股东为叶茂林先生，属私人性质，目前市值依靠分红为主，取决于大股东的分红意愿，并且私人控股的公司财务状况存在可信度的问题。
纵观香港的券商市场，并没有明显的寡头，主要是内地中资背景和外资背景，加上香港是银行与券商混业经营，所以银行系也占据了券商市场的很大份额。近年来的以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为代表的互联网券商增长十分迅速，市场份额得到快速提升。耀才证券是纯港资券商一格，但市场份额却很小，其客户数为60万不到，而互联网券商富途证券的开户客户数为400多万。香港作为全球金融枢纽，是蚂蚁集团进军海外市场的桥头堡。蚂蚁财富此次收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打通港股、外汇等业务，与支付宝的跨境支付形成协同效应。例如，用户未来可通过支付宝账户直接投资港股，资金结算、汇率转换等环节将实现无缝衔接。同时，耀才证券的国际化布局，如美国、新加坡市场，可帮助蚂蚁财富快速拓展全球业务，与新义数字银行、新加坡、埃利佩加、东南亚等现有布局形成联动。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蚂蚁财富计划将 AI、大数据等技术注入耀才证券，打造智能交易平台。例如，通过用户行为分析，提供个性化投资建议，利用区块链技术提升清算效率，开发智能投顾工具，降低服务门槛。这将直接冲击香港传统券商的业务模式。目前，香港超过90%的中小券商仍依赖人工服务，技术投入不足，导致同质化竞争激烈。蚂蚁的入局可能加速行业洗牌，推动香港证券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4月23日，耀才证券股价在大涨9.32%后停牌，报收于3.05港元每股，市值为52亿港元。不得了了，不得了！不过，如今的蚂蚁集团在经过2023年1月调整股权结构之后，创始人马云 Jack Ma 的投票权从约53.46%大幅降低至6.2%，不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央行于2023年12月批准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单一股东或团体能够单独控制公司决策，且没有股东持有超过30%的股份。在2022年，蚂蚁集团成立蚂蚁消费金融公司，以接管其信贷业务，如花呗、借呗。公司通过增资引入了国有背景的股东，如杭州国资旗下的杭金数科 HFI Digital Technology， 持股10%，成为第2大股东。同时还有其他股东，包括杭州君汉、杭州中汉 29.86% 和杭州君澳、杭州 Juneo 20.66% 等。马云通过杭州云博、杭州 Yinbo 间接影响这些实体，但其控制权已大幅削弱。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喜欢。你们觉得蚂蚁财富将如何改变香港证券市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快订阅我的频道，第一时间解锁更多独家财经内幕。我们下期再见。